안녕하세요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学过韩文的人都曾经会很困惑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敬语和伴语的差别。大家在看韩剧的时候，都应该会常常听到什么什么哟，或者是什么什么습니다。那这些都是韩文句子的结尾。在辈分这么重要的韩国，对话的对象不同，也需要选择使用相对的词汇或者是语体。选择使用敬语还是伴语，重点是要看跟对方的关系，但有时候也会因场合、辈分或是年龄而改变。今天在这个影片里面，将会介绍3个最常用的语体，分别是格式体敬语、非格式体敬语和非格式体伴语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敬语존댓말。敬语有分格式体和非格式体，简单来说就是更正式的用法和有礼貌的用法。格式体敬语是敬语的最高级别，代表着它是最有礼貌的用法。句子结尾我们会听到습니다、습니까，它适合在正式场合使用，例如职场、演讲、会议、新闻报道，又或者是政府公告。例句안녕하십니까 반갑습니다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第二种是非格式体敬语，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优结尾，它没有刚刚所说的格式体敬语那么正式，但还是保有礼貌，是一般日常生活中最常会用到的敬语。对同学、公司同事、邻居，又或是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都可以使用。总结来说，就是对不算熟悉到可以使用伴语，但又不是在正式场合的话，都可以使用非格式体敬语优结尾。例句안녕하세요 반가워요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进入到伴语반말的部分，非格式体伴语句型大部分就是把优结尾的优去掉，这是用在熟悉以及亲近的人身上，例如家人、朋友、伴侣或者是晚辈等等。很多时候对于刚认识的人，我们都会使用非格式体敬语优结尾，但过了一阵子，当关系变亲近之后，在双方的同意下就可以开始使用伴语。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对于年纪比我们小的人就可以使用伴语，但如果是刚认识的关系，或者是认识了一阵子但还不太熟悉的话，其实这会有点不太礼貌。最好还是先使用敬语，关系熟悉后，并在双方同意下再来使用伴语。例句안녕 반가워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3个最常用的语体，以及敬语和伴语的差别。我们要记得选择使用敬语还是伴语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跟对方的关系，再来考虑其他因素，例如场合或者是年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或之后有想看的主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，감사합니다。